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那么就来关注一下我家的菜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今天阿鹏用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做法，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做过。如果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鸡蛋，让你吃过一次之后，肯定会想吃第二次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下吧。首先呀，我们根据家里人数准备5到6个新鲜的母鸡蛋。鸡蛋我们在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，怎样去分辨它是否新鲜呢？我们可以将鸡蛋拿起来，用手轻轻的晃动一下。如果感觉到鸡蛋的内部有明显像水一样的晃动感，那么就代表着蛋液开始闪黄、液化变成水状了，这就是鸡蛋不新鲜的一个表现。这就是挑鸡蛋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，大家可以趁着老板不注意的时候，轻轻的晃动一下。我们将鸡蛋准备好之后，下一步再拿出一个大碗，然后再把鸡蛋给它一个个的打进碗里面。打进碗里面之后，接下来再往里面再添加一丢丢的食盐，增加底味，少许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拿出我们祖传的筷子，将鸡蛋液搅拌一下，将其搅拌均匀。在搅鸡蛋的时候，我们要同一方向进行快速搅拌，把鸡蛋液彻底打散，而且还需要把鸡蛋液挑起来打，进行快速的搅动，这样子打出来的鸡蛋液就会更加的细腻又均匀了。我们将蛋液进行持续的打发，大概1分钟左右，将其打发至用筷子挑不起来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我们先把鸡蛋液先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其他食材，准备小把新鲜的小葱，清洗干净以后将它改刀切成葱花。我们在炒鸡蛋的时候添加一些葱花进去，可以让鸡蛋吃起来更加的香，而且也更加的好吃。葱花切好以后，我们将其直接的添加到蛋液里面，然后再继续的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，将其搅拌均匀。这才是鸡蛋最好吃的一个做法，很多人都没有吃过。我们将蛋液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小碗中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胡椒粉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半勺的生抽和半茶匙的辣椒粉，再添加少许的玉米淀粉，少许就好了。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小半碗的清水，然后再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将其搅拌均匀。我们先提前的准备些料汁，这样子可以大大的缩短炒菜的时间，避免炒菜的时候手忙脚乱的了。将其充分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首先起锅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以后，我们再将搅拌好的鸡蛋倒进锅里面。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，开小火给它慢慢的进行煎制，给它慢慢的煎至成熟定型。鸡蛋液下锅以后，我们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慢慢推动，让鸡蛋液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凝固。我们开小火给它慢慢的进行煎制，这样煎出来的鸡蛋才会更加的鲜嫩哦。所以这一步呀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等到鸡蛋液基本上凝固以后，我们再用锅铲给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把鸡蛋给它全部的炒成块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稍微的将火候调大一点点，调成中火，将它快速的翻炒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视频不易，如果阿鹏这个视频呀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阿鹏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了。在这里鸡蛋不需要翻炒过久，避免鸡蛋炒老了。将鸡蛋翻炒至成熟凝固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把提前调好的料汁倒进锅里面。调料下锅以后，我们再用锅铲立刻马上将它快速的进行翻炒，将其翻炒均匀。我们给它持续的翻炒一小会，让所有的鸡蛋块都可以裹上一层料汁的味道。将它翻炒均匀之后，紧接着我们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葱油，然后再继续的将它大火翻炒几下，将其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之后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，一份香喷喷的小炒鸡蛋就这样子做好了。
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最后呀，我们将它关火，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家里有条件的话，我们再撒上少许的葱花，再点缀一下就可以了。一份香喷喷的、鲜嫩又好吃的炒鸡蛋就这样子做好了。以后你们想吃炒鸡蛋的时候，就像我这样子做，吃起来鲜嫩好吃又入味。最主要的是，它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，相信看完视频的你也已经是学会了。如果您平常也爱吃炒鸡蛋的，那么今天这个做法你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点我头像进去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的美食做法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